着云豹的血脉，缭绕的云与雾化为呼吸吐纳。这里有着诉不尽、道不完的传奇。就在台湾云豹宣告绝迹后，故事还要继续说下去。古察博安是鲁凯族远古聚落的起源，也曾经是台湾云豹的故乡，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云豹再也没回家。是谁替台湾云豹奏起挽歌？鲁凯族反复吟唱着这首流传千年的古调。西鲁凯族的传说，当年云豹带领着祖先翻越中央山脉，来到古察博安，从此成为族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在鲁凯族语，云豹叫做里古老，而他们就是里古老的传人，世世代代奉为神兽，严禁猎杀云豹。我们过去老人家对，不管是你误杀云豹，除了你这个猎具都要报废不再使用之外，你要回到部落办理除秽的祭仪。偏偏再小心，也不免有云豹落入猎人的陷阱。一段流传了60年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因为对云豹是那么样的敬重，结果呢，不小心这个误触他们的这个陷阱的时候，他们很懊恼，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云豹呢，他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山洞里面，放在那个地方。他们出去以后，一趟再回来，云豹就神秘的消失了。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故事的主角就是他的父亲阿里部落的包基城头目带来了重要信物，证明台湾云豹在鲁凯族的文化里绝非远古传说而已。把这种很有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镶在这个头饰上面，我的感觉就是象征着就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也怎么让生态让它的自然的一个生生不息。很可惜的就是都变成灵骨了，所以我们一直就典藏，变成传家之宝。鲁凯族的云豹传说很可能就是先民对大自然长期观察后的诠释。台湾云豹原本分布地应该是中低海拔阔叶林，在遭遇大面积的破坏开发后，最后的栖息地正是玉山和北大武山。这里不仅是古察博安部落的所在，大武山同时也被排湾族尊为圣山。头目，那像有关于云豹的这些传说还有文物啊，是只有鲁凯族才有吗？还是其他族也有呢？不止我们鲁凯族啊，排湾族更多的一些传说故事跟文物，可以建议你到排湾族的这个部落去采访更多更丰富的史料。排湾族自称太阳之子，视百步蛇为守护神。然而在这里藏有更多云豹的珍贵点滴。妈妈张一兰，头目你好。好，你好，你好。头目，听说您这边有云豹的皮衣，请问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吗？可以，但是要先经过我向造物者还有我们排湾族的天神及祖灵禀告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家里的兽皮。那就请跟我来好了。好，谢谢。那个嘛的，第三扎格罗斯，nya walitan nya wubu。排湾族宗长吉福禄万是部落里地位最崇高的头目，拿出珍藏的云豹皮衣向我们展示。云豹当然是动物之王，也因为它是动物之王，所以只有核心头目之家的宗长有这个资格配穿的。吉福禄万头目不仅拥有云豹皮衣，
还有云豹上颚以及16颗云豹牙齿镶嵌的帽冠。过去部落里猎的云豹是勇士的象征，如今观念也得与时俱进，借由珍藏的文物告诫子孙生态永续的重要性。妈妈张英兰，那请问一下，在排湾族里面还有更完整的跟云豹相关的文物留下来吗？据我所知，在我们来乡的一个艺术家叫高富贵啊，或许他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啊。依循线索，我们来到国宝级木雕大师高富贵的家中。只是高大师年事已高，卧病在床，他的女儿、女婿将已经有120年历史的云豹标本，小心翼翼搬出来。这一看就没有疑问哦，全世界只有云豹有这样子的花纹，非常大块。然后这边侧边相对是比较大块，整体体色偏黄，那更可以证明它不是婆罗洲，也不是苏门答腊那边的巽他云豹它就是属于亚洲大陆跟台湾这一区块的云豹这一种。原住民收藏的珍贵文物，或许是科学家眼中理想的古老 DNA 来源。就在同一时间，建立台湾云豹 DNA 序列的工作已经在国立台湾博物馆展开任务。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地方，相当于博物馆的心脏位置。这里就是博物馆的库房，不但戒备森严，而且就像是一座神秘禁地。台博馆其他拥有的6只云豹标本就收藏在这里，也唯有在这边将台湾云豹的生长史完整保存下来。全世界不会再有新的台湾云豹出现，所以这边保存下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本。林俊聪老师是台博馆的研究员，守护云豹标本已有32年。这是属于幼年期再稍微大一点的亚成年期，然后再算是一个近成年期，然后再到一个成年的一个标本。我们是一系列标本都有，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个胚胎，那个胚胎大概是全世界我想应该是唯一的一个。或许眼前这些云豹标本就是补齐生态史所遗落的重要拼图。来 ，OK， 把它放倒 ，OK， 小心尾巴。为了重建台湾云豹 DNA 序列，林俊聪与研究团队尝试透过标本搜集 DNA， 但物种已经灭绝，标本只剩这些。每一步下手前都思量在先，还得经过些实验。这颗好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中间的地方先给它钻下去，看能不能钻到牙髓腔。钻的时候呢，速度不能太快因为快的时候它会产生高温，那高温的话就会把DNA 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钻的时候要用慢速的方式去钻，等于说有点类似用磨的方式来处理了。接下来得多管齐下，同步试探云豹标本还存在着哪些采集的可能部位。像这边就有个指甲存在的那这个既然有指甲，那这后面的指骨应该就有保留了。那我们希望从这里面去寻找出它的骨头，然后来抽取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DNA。只要取得的 DNA 完整性够高，就能进行基因定序。一旦成功，这将会是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台湾云豹 DNA 序列。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呢，并不是希望说从这里面去取到 DNA 然后就像侏罗纪公园一样，让这个云豹来复活。我们绝不是这样的目的，我们只是希望从这里面去了解说，因为有些传说说台湾根本就没有云豹，那我们希望要证实说台湾事实上是有云豹的。距离结果出炉还有段漫长旅途，生物的灭绝却早已没有回头路。尽管如此，有个身影仍在为云豹奔走，寻觅一片保育净土。我常常想象云豹的那双眼睛，它所曾经看过的美丽的山林，对于我，一座没有云豹的森林，就好比没有灵魂一样。我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在台湾的山林中行走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与云豹在山林惊鸿一瞥的相遇。米库劳，它可以是云豹，它也可以是猎人，它可以是部落，它可以是家，是森林，是山，也是自己的心。如今，我们的子孙只能透过博物馆的标本，遥想当年台湾云豹纵横山林的模样。我们依旧期待着生态保育的种子能生根下一代心田，但愿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物种成为下一个台湾云豹。